当我们驱车来到湖南一个山谷的路口，我们发现一条碎石泥巴路通往山谷深处。带着满心的好奇，我们徒步前往。一路上，我们看到废弃的泥土房、荒废的农田，难道这里是一个古村落吗？我们继续往山谷深处探寻，幸遇一位年过60的爷爷，孤身一人在这个山谷里砍伐竹子。但是他不居住在这个山谷里，而是生活在10多公里外的另一个村落。告别这位爷爷，我们继续前行，终于遇到了一位居住在这个山谷里的伯伯。他告诉我们，这个山谷里曾经居住了100多口人，而现在只有他们3个人独守在这里。他们无儿无女，无牵无挂，在这里养蜂酿蜜，过着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。更令人感慨的是，住在半山腰的一位年过80的爷爷非常的热情。当我们到达他家门口的一刹那，满心欢喜地告诉我们非常幸运，要给我们好吃的。到底是什么好吃的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兰，祝大家朝朝人，岁岁安兰。今天天气非常的好，我们开车开了100-200公里，来到了大山深处。在我身后这个山谷里，我们用无人机飞了一下，发现有几栋房子，不知道是否有人居住，但是我可以从我左手边这个电线杆来判断，里面应该还是有人生活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决定沿着我身后这条泥巴路徒步前往。嗨，大家好。今天啊，我们趁着艳阳高照的好天气，来到外面郊游。哎，我身后是什么呀？呀，小狗，来了只狗狗。哇，这只狗狗好听话的。我以为是一只山羊呢。我也以为。啊，你看这只狗，好温顺的。正常这个铃铛声，我们都会认为它是山羊或者是养牛挂在脖子上的，没想到是一条非常温顺的狗狗啦。来，来，看看这狗狗，来，你看多温顺呐，好吧，我们往前行吧。这条泥巴路啊，要是下雨天啊，根本没办法进来，非常难走。虽然这条路面走的比较紧实了，因为这个山谷我们不熟悉，再加上我们的车啊不是特别好，所以还是决定徒步进去。因为通过无人机一路飞进去，距离大概是在2.5公里左右。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养殖山羊的地方，看看，我的天，这个山羊的屎都有接近10-20根分厚了，所以这里面养的山羊特别多。但是看上去山羊应该都是出去觅食去了。好处的，胖臭。但是山羊的粪便呢，可以做有机肥。走到山谷里面，我们听到的声音更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流水，潺潺的溪水。
看在山谷里面，这个路旁经常都是以前种植水稻的地方，但是都已经荒废的不成样子了。在这旁边，这是水管还是电线啊？这个是山泉水管。刚刚在这个山谷的入口处啊，有那么4、5栋房子，有些房子呢是泥土房，完全没有人住了；有2栋房子呢，虽然修成了那种砖房，甚至贴了瓷砖，但是呢也没有人住在里面，都去城里面生活了。所以啊，在山谷里面啊，以后不管你房子修得多么豪华，修得多么高大，随着老一辈人慢慢的离去，年轻一辈啊，在城市里面生活习惯以后啊，都不会再到大山里面来了。那么大山里面，像这些电线也好，道路也好，还是各方面的生活条件设施，就算是跟得上，他们也不会愿意到这里面来了，因为里面太安静了，而且出行啊、购物啊，还是跟不上节奏的。现在社会的节奏啊，太快了。啊，走到这个没有阳光直射的地方啊，温度一下子瞬间降了5、6度了。啊，哦，有砍树的声音。是的，上面刚刚在入口处我们看到要停了2辆摩托车，他们也是趁着非常好的天气啊，跑到山上砍一些有价值的树木啊。这是他们的一个经济收入来源呢，对在生活在山区里面的人，因为现在出去务工也不是特别容易了。从我们右手边这个山谷里面的电线杆来判断呢，里面应该是有人生活，但是啊，我们有判断失误过几次。房屋也是崭新的，电线也是崭新的，但是呢，里面就人去楼空了。不知道一些山谷里面发生了些什么事情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在山谷里面，以后这种无人村只会越来越多。看看这个山谷下方，现在看起来杂草丛生的地方，以前都是良田。对了，不急啊，因为我们走进去有2.5到3公里啊，慢慢走啊。虽然不是登山，但是距离还是有那么远的了。从这个路面上看，这个道路啊有接近4米宽，所以车况好一点的能够开车进来，而且以前住在这里面的人啊，应该还不少。只不过呢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啊，这个山谷里面慢慢就空心化了。啊，地上好多山羊屎。里面可能住着一个养殖户。看看对面的芭蕉树，都冻死了。这些芭蕉树它也没办法结芭蕉了，因为没有人为的干预啊，就彻底没有价值了。包括镜头前方的这一片，以前都是
种水稻或者是种红薯的地方，但是这里阳光照射时间不长，所以种水稻应该没什么收成。然后还有右手边这一片，也是太阳光照射不足，种水稻的产量应该高不到哪里去。万事万物离不开太阳。今天的天气真不错，没有一丝白云。前面就是一大片的种叶，有种叶的地方就会有人类生活的痕迹，因为每年的端午节5月初5就要纪念屈原，包粽子吃粽子。这边也有一大片。这样看起来，以前这个上面都住的有人，上面还种植了，应该是枇杷树。等到3个月后，就有枇杷吃了。可惜我对枇杷过敏。那里也有一座桥，估计是种水稻的。是的。看看我们今天的运气怎么样啊？会不会遇到里面有人在里面生活居住？你看，我们这个山谷走进来已经有1公里多了，没看到一栋房子，连财源断网都没看到。也是奇怪了，只是在山谷的入口处看到了几栋房子。这旁边有一条小路，应该是砍树的吧？不是，这里以前是一个宅基地。宅基地。只不过上面的房子倒塌了，没有人居住了。因为这些山谷里面的房子啊，都是泥土房来的，所以只要5年没住人，再加上瓦片要是破了的话，泥土房一下子就倒塌了。当初建这栋房子的主人费时费力，看看把这些石头全部要把它垒好，还要保证这个石头不坍塌，上面要盖房子。我们看到这里有人砍竹子，你好啊，你一个人在这里面砍竹子啊？那你以前生活在这里啊？我说你以前就生活在这里面啊？以前不住在这里啊？哎呀，我们从外面走进来，哎呀，好热啊！这里不熟啊，不敢开车啊。不熟。再一个，你进来的时候不就是条泥巴路吗？你一个人砍这么多竹子啊？那你的本事还蛮大的嘞。你这个竹子都是野生的了？野生的。这个竹子是准备自己搞点东西呢，还是准备卖给别人呢？卖给别人呢。卖给别人。这个竹子是按吨来算还是什么？按吨算。1吨几百块钱？400。1吨。跌价了。以前卖的贵一点。以前卖的贵一点，现在过年了。过年不值钱。跌价了。那你一天能够搞多少吨竹子呢？一天搞不了多少，1吨左右。1天1吨左右，那还行哦。现在在外面搞事情也不好搞了。是啊。1天搞1吨左右，搞得还搞下就不搞了。
一天你就搞1.5吨的话，也差不多有600块钱了，收入也还可以嘞。只要有人要就不怕。啊，你肘子这里漫山遍野都是肘子啦，那足够你了。只要有人收，你一天有500-600块钱的收入，比你在外面做事情强多了啦。对吧？外面做事是好的。那肯定让你自由嘛。你想你累了，我就休息一下嘛，就像你现在一样，你要累了，我想抽根烟就抽根烟，没人管你。哎，你贵姓啊？我姓于，演艺的艺。啊，易，你年龄应该不大吧？55岁左右。60多了。你有60多了？啊，那就叫你叔叔了。64年的。啊，那要叫你叔叔。哎呀，哇，这里还有一栋房子哎，我刚刚还没注意，我刚刚走进来就一路都没有房子了。没有。这栋房子多少年没住人了呢？我都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以前我也没有来过。啊，以前没来过这里。这是砍刀子。你是外地人吗？也是。是本地的。啊，只是说生活在外面。我们在那个上面，我们在玩些。啊，离这里大概也有3-5公里了，还不止。几十公里。你站在的这个地方和你住的地方有几十公里远呐，那你怎么知道这里面走死呢？知道。啊，这里面有亲戚朋友了？没有，我知道。啊，反正现在这些种子也没人要，也没人管了，只要你愿意砍。这个种子生长也快，一年到头长得又多。现在在山上取的种子好像就没看到什么特别其他的树木了。整个这个山谷里面就只有这一栋房子了。啊，上面还有几栋房子。我待会上去走走。今天天气很暖和，再过几天又要下雨了，又做不了事了。天气好再走一走啊，再等段时间下雨了，要是下雪了就不能出来了，就只能在家里烤火了。我们去上面房子看看。你一个人在山上砍竹子，那就真的要注意了。你的胆子也挺大的，一个人在这山上面砍竹子。注意安全。我们上到这个房子里面去参观一下吧，然后再走到那里面去。哇，这个房子看上去以前应该是做养殖的，改造成养殖场了，但是呢也是荒废了。啊，养猪场，我开始还以为这里面是养羊的呢，没想到是养猪的。养羊的好像是一般都是那种竹子给它搭成一种小楼的形式。这个养猪场养个20来头猪问题不大，但是现在今年的猪价不是很好，所以养殖户啊亏惨了。这里弄了一个蓄水池，哇，这里居然还看到一个马蜂掉到这个蓄水池了，就这样会被冻死淹死。马蜂我们就不救了，因为它是攻击人的。哎，这里还有好多蜜蜂。这里还有废弃的这个蜂箱，但是呢，都还是有蜜蜂在里面，所以好奇怪，还是可以在里面弄到一些蜂蜜的。因为今天温度比较高，所以啊，蜜蜂啊还是会出来。有一种蜂类比蜜蜂更勤快，春夏秋冬都在采蜜，它的名字就叫雄蜂。一年四季都在采蜜啊？是的。啊，那这个是雄蜂吗？
这个不是，雄蜂它是住在那种土洞里面的，还会打洞。蜜蜂的话要比较小，并且它的绒毛比较少。雄蜂就是有这么大一个，很胖，所以它要是采蜜的话，那种枝丫比较细的那种花，它就会往下弯很多，很容易区分。蜜蜂非常的小，雄蜂非常的巨大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房子。这个房子当初修的非常好啊，富梅四敌，杜竹加深。这个房子把外墙重新做了装饰粉砂，从外表上看像是一栋红砖房，但是实际上也是栋泥土房，吊脚楼形式。通过上面的电表来判断呢，这个房子也是废弃的不久，这也是新的电表改装过的，还用的是这种玻璃。在泥土房以前肯定是不是玻璃房，所以这个房子整体还不错这里看到了一只黑山羊，旁边这是一栋泥土房都快倒塌了。如果这个房子看看，这个房子上面的瓦片破损的比较严重，而且这个上面呢都开始在送水了。如果这栋房子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，这个房子最多5年时间就会彻底坍塌。因为泥土房一旦渗水，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垮塌的情况。不知道这个房子的主人现在生活如何？好吧，我们继续前行吧。因为我们刚刚在山谷入口处用无人机飞的时候，看到这个山谷最深处，还有2栋房子。现在这里是看到的第1栋房子，里面应该还有2栋房子。我们走进去再看看吧。你的体力很好哎，一个人可以背2根竹子。1根竹子有多重啊？有没有30斤啊？差不多。加起来就有60斤了。刚刚跟那位砍竹子的叔叔交流了几句，现在我们走到这个山谷的深处了。前面呢有一条路，上面有一栋房子，看上去是新修的，还没有修好，没有人，我们就不进去了。我们沿着右手边这个山谷里面走进去看一下。因为我们通过无人机查询的话，里面是4栋左右的房子。我们已经看到2栋了，这里面应该还有2栋房吧？前面有几栋。白墙红瓦，这里也有一栋。是的。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看有没有人住在里面，还是说彻底废弃了、荒废了这个村落。这个房子也是新修不久，也是新修的电表，这种红砖房，但是呢，衣架呢已经废弃在这里了。看样子这栋房子也没人住了。这房子看起来还蛮新的。我们近距离看一下，里面都还有家具。里面有，这是厨房。灶台。柜子。里面也有2口素菜。这里锅碗瓢盆都没有了，所以这个房子没有人住了，彻底废弃了。我们再去里面看看。
以前这里都是菜园子，但是呢，彻底废弃了。我刚好像听到有人劳作的声音。啊，那这里面就有人了。哦，门都是大敞开着的。啊，那就有人有人居在里住。面砍伐木材。啊，这是山泉水，旁边枇杷树。啊，这是一个小平房，看上去是有人住。啊，这里还有冰箱，这房子修的还挺不错的嘞。有人在家哦。哦，你好。嗯，你一个人在家呀？哇，搞了那么多木材啊！这是你一个人住吗？啊，2个人呐、这个村落我们一直走进来，就没看到人，就门口那里就有一栋房子。可以进来看看不？啊，哇，你这个木材可以把它搞干了卖钱呢。有人来收木材不？这些木材卖多少钱一斤呢？400块钱一吨呐、这些木材400块钱一吨呐、那你这里有1吨吗？这些木材？啊，这里木材有2吨呐、哇，那你还是真的很勤快哦。啊，你这个山泉水充沛哦。啊，你这山上面准备是养鸡啊，主要是养蜜蜂。我以为你上面养的是走地鸡的，全部养鸡全部放在这山上养呢。啊，你这个灶就搞到外面的啊？外面如果要是吹风下雨，不是很难生火吗？也可以啊。啊，你这房子修得好哦。嗯，这是你全部自己一个人建的？自己修，自己花钱修的？啊，国家给点钱。啊。啊，国家给点钱，然后你自己再花点钱，自己把它盖好。这房子盖了多久了？2008年。哎呦，那也有18年了。哇，你这个房子18年了，这房子看起来都还有那么新呢。你一个人住在这里面，真的安静哦。不过还有个伴呢，你刚刚说是2个人呢，还有个伴也不错嘞。你这里自己没养了些鸡没有啊？啊，不听话，不好养。啊，那你没养鸡，没养猪，什么都没养，什么家禽都没养，那你吃肉怎么办？都去外面买啊？那走也不好走。全部到外面买啊？那你自己生活在这个山谷里面，其实养鸡养鸭应该很容易养，也好养。啊。你是怕有山里面的黄鼠狼吃还是什么？啊，就是鸡。啊，就是鸡拉屎，鸭子拉屎拉那个脏了不好了。你是个爱干净的人了。啊。嗯，是的，是的。有些人爱干净，他不想养家禽。不过你有钱去买点吃的也可以。你出行是骑摩托吗？我都没看到你有摩托车啊。啊。你出去外面买东西是骑摩托吗？
走路啊？走路啊？哇，走进路还很远呢。我以为你这里面还有自行车，或者是摩托车，或者是三轮车嘞。那你吹风下雨，不管一年365天出去买盐、买吃的都要走路啊？哇！我刚刚走进来，你这里也没有镇上啊，好远啊，好几公里啊，10几公里啊。那你自己种的稻田吗？你自己种的稻谷吗？农田种稻谷种了没有？种水稻种了没有？水稻也没种。那你要买米的话好重，那你背回来啊？哈哈哈，用肩膀挑回来的。全靠肩膀。哇呀，那你这么远的距离，那是要有点真功夫啊。我以为有人专门会开车给你送进来了。我知道我知道用你的肩膀挑进来。因为我们开车进来一路都没有看到商店，而且离镇上有10来公里，那你一天就只有一个来回啦。半天去。最少半天嘛，6、7个小时嘛。最少6、7个小时嘛。旁边这里我都没有看到有车子，你这里面走进来真的好远好荒的，而且这一路走进来都是泥巴路。泥巴路，冇个不是走泥巴路走。啊，我晓得只有泥巴路走。你这里面以前这个地方应该是好多人呐。100多个。100多个人，现在就你们2个人了。3个人。都出去了，都城里。其他都去城里面生活了。哎呀，是啊，我走进来这里面好大的面积，整个我就只看到有一栋房在那里，然后你这是第2栋房，我走进来2、3公里，你这是第2栋房子。幸好你还有人在这里面住，要没人住的话，我都以为这里面彻底没人住了，因为我看电线，这个电线呢都是好新的，我想应该是还有人住的。这里面会不会有其他人在里面来玩咯？有，来呗，给你嘛，这村里。就到这里面来暑假里，来撒去啊，来撒一撒，然后找你买点蜂蜜。就是骑摩托车的，开小车子的，人应该不多了。不多。因为主要是路不好走，很多人不敢走。泥巴路。是的。泥巴路，再一个不熟的话，房子跑进来出不去就麻烦了。跑得去。是的呢，跑进来问题不大，因为我刚刚走进来以后开小车子能进来，如果我第2次再来我就可以开进来，但是第1次如果不熟的人不敢开，因为不熟嘛，万一里面完全是稀泥巴路麻烦了。开的可以。是的，是的。你这里种什么东西啊？围了这么一个小东西，你这里这么个东西种什么呀？你这里都没有阳光啊。种葱啊，这个葱哎。我知道这是葱啊，但是你这里没有阳光，这个葱怎么长呢？应该也可以长吧。啊，你自己菜园子呢？菜园子搞哪里？我刚刚一路过来那里都没看到菜园子啊。啊，菜园子在后面。啊，这边也点菜园子，因为你这个门口我刚刚看了，那个门口那里是没有菜园子的。哎，但在那个地方搞菜园子挺好啊，那里阳光很好啊。哇，这些沙树应该还值点钱呢。这一片山林是你的吗？别人的。你自己有山林没？我有个，我老手里，我这个老手里。啊，你自己的山场都在后面，有多少亩？有100多亩吧？我有100把米有哎。这刮了风雪的，这个风雪几百年的，不几百年的。啊，这么大的枫树啊，几百年的枫树都有啊！哎呀，但是那个不允许你砍了吧？啊，因为那些都是国家不允许你砍了。熟。这个就是让你砍这些沙树、这些竹子。我刚刚在那个村口那里有一个人在那里砍竹子，有一个人，就一个也是60来岁的人砍。哎，你年龄有多大了？
50岁，你贵姓？你贵姓啊？我姓蔡，姓蔡啊？啊，蔡大哥。哇，你这个地方挺好哎，这个地方哈，你后面也是以前有人住吗？还是说有，以前也有人住？我就是这个小头，啊小一头，这个小一头，这个老兄弟，这都是的。啊，就是通过后面这条路一直走到山顶上，你后面就是你的菜园子了。这条路面会不会国家会帮你把它铺成那种水泥路，或者是没有，没有这个计划没有机会，啊？没有机会。搞不到，没有机会。那你以前小时候生活在这个地方热闹了，只不过现在没人了。以前这个位置是不是养羊啊、养猪啊？养鸡个。啊，养鸡。养鸡嘅小朋友是有乌呀，有小不冷，小不冷还真是。啊。买个鸡10几1-3几就几大鸡，真是。啊，我听得懂你说的话，因为你说的话跟我们家里的土话有点像，就是说你养了好多鸡，然后呢成活率不高，就是只买了几十只鸡，只成活了几只。啊，明白。嗯。啊，就是鸡又不好养，成活率又不高，又容易拉屎拉的到处都是，脏死了。我们奶奶家的鸡都是圈养。我们家里养鸡，像我父母养鸡，他都也是跟你一样关在里面了，也没关系啊。存活率很高啊。可能你买的那个鸡的品种不好，它的存活率不高。但是鹅和鸭它的存活率高啊，你可以养那点养鸭、养鹅、养羊鸭、养鹅，存活率高，没问题。因为你这个地方草遍地都是，水也不缺，鹅和鸭只要有草嘛，有水就好嘛。你这里养了多少箱蜜蜂呢那有就是？10几箱，那一年有200斤蜜。200斤蜜的话也还好了，那一年大概可以卖1万把块钱。有。你穿这件衣服不冷呐，不过你一直在干活。我刚刚走进来也不冷，但是站在你这个地方，我才站了不到10分钟，我就感觉有点冷了。我也是。嗯。你这里夏天应该很舒服了。嗯。啊，你这个地方其实说实话。要是这些公路修好了以后啊，还是挺不错的。嗯。是的，是的，对的。没有钱就只能住在里面，有钱的都搬出去了。因为主要是，怎么说，就是你们去镇里面真的太远了，买吃的真的不方便，拿快递也不方便，出头。太远了。180就回个5块钱。4人出门。是的。4人出门，搿就100，那5人就5，然后7人就5。哈哈，早上5、6点钟就要出去，下午差不多要4、5点钟才能到家。是太远了，不方便，真不方便。尤其是小孩子，要是住在这里面去读书，根本就不现实。来回要40、50公里，关键是小车子虽然能进来，一旦下雨就进不来了，全部是稀泥巴了。你要是你会骑摩托车吧？啊，不会骑摩托，你可以把自行车学会，自行车学会了也轻松好多。那里面还有人呢，这个电线。啊，那里面还有一户人家。啊。也是一个就是无保护类似的了，就是一个老人住里面了。那整个这个村落就只有你们3个人住了。哇，天哪！那要是再等个50年，那你不这里就完全没有人了？是的啦，去了城里的人，他们就不会再回来了。啊。
你年轻的时候肯定也出去务过工了，去外面打过工没有？年轻的时候。打工打年纪工冇打了。啊，打了几年工，去外面，最后还是回到这个地方来舒服一点。你这个地方其实的冬天夏天都还好，都还算不错，唯一不好的就是出行不方便，买东西不方便，其他都还不错。我们就是你泥瓦路啊，就走啊，泥瓦路啊，泥马路走一走还可以。是的，是的，这个路面还走的比较紧实了。你要是等的几十年以后，要是这里不住人了，这个草就全部长起来了，就没办法过路了。嗯。因为我一路走进来就看得到，你看那么多田，全部荒掉了，房子也看不到了。这一年四季到这里面玩的人估计也不多，啊，就那么几个人，可能就是以前生活在这里面的人，他们会回来一下，来看一看。好吧，我们去上面再去走一走，我们看看现在是几点钟了？3点多了吧？哦，3点多了，我们上去走一走吧，不是，待会儿天黑了要。啊，你这边也买了那么多柴火哟，那你这里不止2吨呢，差不多有4、5吨柴火嘞。啊，这么多。啊，从这里进去，那个水塔是你接的山泉水。那上面还有人吗？从这里，大哥，蔡大哥这里。啊，这里没有人了。啊，这户人家要从你这个后门这里走过去啊。你这个是什么水？你这个是山泉水管吗？你在墙角的这个？没有。啊，要通过你这里才能进去啊。哎呀，谢谢，我都出来到处走走玩一玩。啊，这是你以前搞的菜园子，夏天的时候种了点辣椒、茄子了。好吧，我们去里面走走。啊，它这个地方就是一条山间小路了，上面都还有一位老人居住，所以整个村落偌大一个村落，100多个人居住的地方，竟然只有3个老人住在里面呢。关键的事情就是4栋房子。只有2栋房子有人住，而且只有3位老人住在这里面，最多40年左右，这个地方就彻底的没有生机了，没有人气了。那很可惜。我们看看以前这些菜园子，种点瓜果蔬菜还是可以的。但是这里都已经荒废的不成样子了。啊，这个电线杆，我们看上去应该是后期新架设的，而且这个电线杆看上去这个材质应该也是不锈钢的，就跟我们上次去那个山谷里面的电线杆一样。方便轻便，而且可以重复利用，很轻薄。对于这种独门独户啊，山谷里面、大山里面住的人呢，还是比较方便。对于那些架设电力的那些工作人员呢、施工人员呢，还是要轻松很多的。你看，只能1个人步行通过，他们都不会骑摩托车，也不会骑自行车。这里面呢也没有班车，也没有左邻右舍，都是老人。他们出去买包盐，
买点东西都要走要走20公里的路啊，完全靠双肩挑回来背回来，哇！2026年的，不敢想象。然后走不动了，好冷，山里面。啊，刚刚你需要穿厚一点的衣服过来。这个应该也是不锈钢的，里面应该灌了一些东西在里面。看，这是一条上山的林间小路，而且还比较陡。地上要是下雨的话，会非常湿滑。上下山，这个上面的老人，那就真的比较有风险了。先看看上面到底是哪位老人住在上面，看看他的年龄有多大。地上还有一些巷子。啊，好了，走吧。这里是一棵老橡子树，这个橡子树最少都有几百年了。哇，好大的橡子树！小心！溜滑。是的呀，那你想想看，住在这山顶上的这个老人，他要出来买一包盐，多难呐！柴米油盐都要买。我看到房子了。啊，看到了是吧？是的。直线距离大概就只有100多米吧。嗯。谁会想到，在这个山谷里面，都还住得有人？刚刚在1、2公里外飞无人机，飞到这个地方来，只是看到有房子，以为有一条比较宽的那种泥巴路走进来，没想到居然还是这种林间小路。别说是老年人，年轻人住在这个山上面都不好走，一不小心就会摔到这个坎的下面去啊，好窄的。现在因为是天天出太阳，这个路面啊还比较干燥，要是下雨天，真的不敢想象了。我们看看上面，老人在家吗？好像在家吧。啊，我们走进去吧。这得有水泥做的电线杆倒了。啊，这水泥电线杆没有那种不锈钢的电线杆耐用。啊，也是泥头房，也是一位五保户住在这上面。我们带了点东西，待会儿给到这位五保户。刚刚下面呢带回来也是，五保户来的。没有想到这上面还有2、3位老人，所以我们今天带的东西不多。我们下次再来啊，再多带点东西过来。我们先到这个山顶上的这位老人家居住的地方看一下。哇，在砍树。以前山下这一片全部都是土地。但是没有人耕种以后啊，彻底的废弃了。现在全都荒废了。哇，这山上面还有3栋泥头房。
所以以前住在这山上还是挺热闹的。但是改革开放以后，没有人愿意住在这山上了，都搬到城里面去了。尤其是有儿有女、有孙子的，哇，好多蜜蜂，看到吗？好，我们上去吧。啊，这里的太阳好舒服啊！看看，哎呦，你好。啊，嘿嘿，你好。啊，不认得是吧？我们第一次来。啊，我们第一次来。还当第一次。啊，这是我女儿。告诉你的女。啊，我的女。你贵姓啊？我姓胡啊。姓胡啊？一个古字一个月啊？啊，真是的。你的年龄有多大呢？啊，你的年龄有多大呢？我吧，啊？年龄年呐，啊？ 76啊。你76岁啊？那要叫你伯伯了。那我就要叫爷爷了。哎，你要叫爷爷。是的，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啊？来，有东西叫你，把衣服给脱下去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忙你的。你刚刚在那里面砍树啊？搞柴。啊，搞柴火。好，谢谢。谢谢爷爷。哇，这个灯，蜜蜂满天飞。啊，你这里养的好多蜜蜂呢。搞啥的好思想干？啊？干啥的好思想？什么东西啊？这3栋房子都是你的啊？啊，这3栋泥头房看上去应该都有50、60年了。啊，只有右手边那栋泥头房不是2层的，但是那栋房子应该是以前是厨房，或者是做其他用途的。真正居住的房子应该是这边这栋，还有这一栋做吊脚楼的形式。因为以前山里面啊，每家每户啊都会有4到5口人，这是最少的，多的呢有7、8个人，甚至10来个人，所以他们需要有很多的房间居住。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虽然是泥头房，但是他们盖的都是2层的小楼房，而且这种房子看上去啊，不怎么样，但是住进去啊，冬暖夏凉，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好地方。而且住在这上面呢，阳光非常的充沛。我站在这个位置来看一看。整个视线也挺好的，旁边还有一棵上百年的古树，应该有200年左右了。啊，这个位置，老人家一个人住在这个山顶上，是比较孤单的嘞。然后门口还种了一些蔬菜吧，这个地方我们下次还要来，多给这位福伯伯带点东西来。因为今天第一次，我们不知道，就只有一位老人生活在这个山里面，还有山下还有2个老人。我们去这个房子参观一下。哇，他这里面是做蜂箱。这位福爷爷还会做蜂箱呢，看到了吗？哪儿啊？这里啊，这里还有锯子啊，这是木匠的一些工具啊。这个是什么？刨子呀，这全部是木匠的工具啊。
哇，没想到这位福爷爷76岁了，都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在身上。啊，这个房子还挺高的，接近有9米高。上面呢，这里还有一个木梯子，可以上到2楼阁楼去。所以以前这个应该是放东西的吧？啊，可以是放东西啊、睡觉啊都可以啊。但是有一些老化了，可能会掉下来。嗯。这里呢是水泥地面。蜜蜂飞到我身上了。没有关系，你不去打它啊，要不然它会叮你一下。我们先在外面简单的参观一下。不过这栋泥头房也快倒塌了，如果上面的瓦片呢，要是检修一下，这房子可能用的时间会比较久。哎，福伯伯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哇，你这是在干嘛？该不会是咬蜂蜜的吧？你这是蜂蜜啊？这不吃啊，或者怪。哦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不要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是你诚心打的蜂蜜啊？啊。哦。今天打的。啊，今天打的。哎呀，这么好啊！那你一年有多少蜂蜜呢？一年呢？啊，100斤。只有100斤呐？100斤。100斤蜂蜜。你在这个蜂箱养了多少箱呢？养了多少箱？这个蜜蜂蜂箱养了多少箱？你不吃啊，我有个方法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你等一下啦。哦。谢谢爷爷。这个我来弄吧，我来弄吧。不。第一次见这种摇的。你下面没有孔吗？好，我来给你打开，我扶着吧。哇，这里还有蜜蜂在里面呢。它这些蜜蜂是冻死在里面的吗？冻死了。看看。哇，好了，过来。哇，好多了，好，快。呀。啊，浪费了。好，开个单车，那棍子不拿手上。来，我扶给你。哎呀，好了。哇。你家里的吧？好，谢谢。那我那样。不用了，这里够了，这么多。不要了，够了。家了才不得豆子鸡的，包豆子。就是包豆子啊，豆子不会饿是吧？包这6个钟头。啊，可以保6个钟头啊！我的天！吃蜂蜜可以保豆子，可以让豆子不会饿。因为它这个是高糖。高糖分的。你家里就。好，谢谢，我自己来，谢谢。我弟弟。好，谢谢，我在这里，就这里，不用了，就这里够了，谢谢，伯伯。蜂蜜不有蜂蜜，告诉蜂蜜。这是2个蜜蜂。来，我来放一边去。你那里有个勺子的，那里有个勺子可以。你现在都还有蜂蜜产呐？好甜的。要我帮忙放进去吧？不用。不用是吧？你做不下来，妈的蜜蜂走不来。哇，这位福伯伯的体力还挺好，76岁了，身体还蛮健康的。你这房子还挺大的嘞。不过它上面的瓦片应该也要稍微修缮一下，因为有漏水的痕迹了。你一直一个人住在这里面啊？都引来蜜蜂了。那你可以吃丁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你也坐。好甜吧？还没尝。哇，进来我们就有东西吃。你看这位福伯伯。你的嘴巴要吃甜些。
多好那个啊。有技术噻，有技术噻，不技术这个问题啊你。太甜了，我说太甜了，好甜的。是甜呐。感觉比吃糖浆还要甜。比吃糖浆还要甜是吧？你这个卖多少钱一斤呢？你这个蜂蜜卖多少钱一斤？卖多少钱呐？50块钱一斤吗？贵几啊？50块钱一斤不？还是40块钱一斤？还是60块钱一斤？还有有好的歹的，上个这都是50块，各是一天几头各是天几头。就是蜂蜜也分好几种，是不是？就好的蜂蜜就卖贵一点，差点的蜂蜜就卖50，卖40。那你这个蜂蜜卖多少钱一斤呢？假如说这个蜂蜜要是卖出去，卖多少钱一斤？卖给别人？100。100啊？一斤吗？一斤是不是？是的。哇，引来好多蜜蜂了。他才不来，他只会这些东西。对的。快些，他才不来。一提我，哎呀，不要这么多，太甜了。太甜了。我要咱家里碗呐。你要吃一碗呐？开的碗。哎呀，好甜的，太甜了，太甜了。你看它这才就好了。叉子在下面。就粘针里面去了。你做不下不加，这宽了片子的，把片子宽的。你看，就粘起来，你看。宽的片子。你看，全部是糖，就粘住了。有一道啥片子？要粘在这片子里面吗？稍微的那个劲，宽的片子这个。再喝掉吧。混技术讲一点呢，你混在水里的要不咯？我的天！都那俺有混我给我试下喽。单进去。怎么弄？我想一想，先把蜜蜂搞出来吧，放那边去。来到这里来。搞吧，我们再搞吧。哎呀，好多蜜蜂。混技术讲，你不混技术的这位。这怎么搞？搞不进来。直接倒吧。怎么倒？倒不进去。倒不进。给点水就宽个喽。倒掉了。不是这个宽的先不来。不搞到这个凳子上了。不一定。刚一进门，这位胡伯伯就给我们蜂蜜吃，像见到亲人一样。这个蜂蜜好甜好甜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摆个头。都被粘住了，那有水。洗一下。去。过来。哪儿？我看到蜜蜂的舌头了。胡伯伯的厨房。这个锅盖是你自己做的吧？是的。你是木工啊？你是木匠是不是？看看，这副爷也是吃面，还有盐，待会儿我们给他一些吧。洗干净啊。这是厨房。蜜蜂。有，掉了。走的就掉了。算了，蜜蜂掉了。掉了就掉了吧，让它慢慢走吧，不踩到它了啊。哇，好多。不用了，吸起来就太多了。那叫还在拿片子的呀？拿那片子的呀？
76岁了，它就是耳朵啊，稍微有一点点听不太清。但是它的精神状态啊，身体啊，非常不错。哦，谢谢。这3栋房子都是你的吗？这里1栋、2栋、3栋房子都是你的吗？不是的。不是的。只有这栋房子是你的。别的不是我的。也不是你的。只有那栋是你的。啊。这是别个的。啊，这是别人的房子。听吗？好甜，他说好甜。里面你在做木工是吧？啊。那个木工是你在做吧？啊。哦。分箱都是你自己做的呀？啊。是的。哎呀，那福伯伯好厉害的。蜜蜂的舌头真的跟那个管子一样，可以吸。你看一下子就引来了好多这样的蜜蜂，对不对？这个你爱吃甜的，就甜的你，对，甜的你心窝子里面了。你见我吗？我不要，我不要了，太甜了，太甜了，我不要。不甩，不甩，不甩，不甩！你待会儿要洗手。那种以前西方的皇室贵族，他们喝咖啡呀、喝茶呀，都会加一点点蜂蜜。啊。因为你身上有甜的，那个碗周边有好多甜的，啊，它就围着你飞，但是不要打它啊，要不然这个蜜蜂会它会蛰人的，知道吧？万一它咬到我了怎么办呢？不动它，你不动它，它就不会咬你啊。它在吸我手上的蜂蜜。啊，这就是跟蜜蜂近距离接触啊。粘到了。粘到了。翅膀了。哎呀哎呀呀，呀呀呀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好，可以了。看这只蜜蜂就飞不起来了。哎，我给你看着，你看这只蜜蜂，它翅膀上有糖，它就飞不起来了。现在我手上有2只蜜蜂，第一次与蜜蜂零接触。啊，太甜了。哎，谢谢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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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痒。2年呢？快点把那个，它不咬人，它现在不咬它，不咬它，不咬它，不咬它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2年。你一直都是一个人住在这里面呐？那就只有山下面那2个人给你坐下办了。下面还有2个人。就你们3个人住在这上面。你这上面有可以看电视吗？你在这里不可以看电视？没有。没有电视。也没有手机。手机我有呗。啊，有一个手机可以打电话。但是老年机呢，还可以看视频吗？老年机啊。啊，老年机啊，就只能打电话。哦。那你自己种了点蔬菜吧？那下次我再来的时候，我给你带点米来，要吧？要的。我给你带点米，给你带点吃的。我今天给你带了点吃的。你晓得我听话，给这来的了，碰到我不为毛是屋里是外头啊？好，没关系，我给你带的这个。酱油。那我给你带这个，我下次给你带点米来。我不要。我下次给你带其他东西来，我给你放在这里面来。放这上面。我今天第一次来，我下次再来给你带点米来，好不好？好。我给你带点米来，我再给你带。你喜欢吃面条吧？好。面条你喜不喜欢吃？喜的。面条喜欢吃是不是？是啊。啊，那我下次给你再多带点面条来。好。那个你还想吃点其他什么吧？你还想吃其他的什么东西吧？不要。不要啊？那我下次就给你买点盐，酱油要吧？不要买，那啥吃过？那年吃过。我给你带点东西来，我下次再给你带点东西来。那年吃过。没关系，我今天第一次来，我下次再给你多带点东西来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出来晒晒太阳吧，出来晒晒太阳。现在已经有好多蜜蜂都淹死了。啊，你把它，你不要不，你这个蜜蜂直接
倒掉。快点换啊！啊，倒掉它就活下来了。那你不站太阳底下，你让它让开，这个蜜蜂它就会翅膀一下子就干了，它就能起飞了。来，给点片子多么？哎，不要装满了，够了。伯伯有了。头发上的蜜汁。哎，来，你跟他爷爷把这个2个碗洗干净去。等一下洗头发。好吧。头发上的蜜汁。哇，你看看，这个地上走错路都是蜜蜂，一不小心就会踩到它们。哇，都没法下脚了。那一棵树有多少年了？这是一个桂树，桂树，桂皮家的啦。啊，那棵树是桂皮树啊？啊。多少年了？碰凶过了。啊，多少年了？是50年了。50年了？啊。哇，这个树50年长这么大呀？去看一下。那现在那个桂皮可以剥吗？我们进去看一看。我们走进去看一看。你进去看一看。啊，去看看。哇哦！这棵树吧？是这棵树吧？这是个桂皮树啊。这个树。这也是个啦。哇，这个也是啊。碰凶过了。啊。你卡地呗。搞一点点。碰凶过吧。捏破一点，闻一下看。好香吗？碰凶了。福伯伯，你这里这一片以前只有这3户人家吗？这上面只有这3户人家吗？就这一栋、这3栋房子吗？原先叫这附送年个了。啊，这里。原先有8户。这上面8户人家。过了只有8户年个。啊。倒了几。那差不多也有40多个人了。吃下鸭饭好不？不吃鸭饭。饭去。不用搞饭吃，我们马上就回去了。我车子还在外面呢。因为我这个地方我不熟。这位福伯伯啊，真的非常的热情，但是呢，跟他交流啊，也是特别的困难，因为他的耳朵啊听力不是特别好。整个过程中呢，我向他咨询了很多的问题，有时候啊没法交流，只能够慢慢的去猜。不管怎么样呢，这位福伯伯啊，心地善良，整个人啊，精神啊，各方面啊，都是超越了很多同龄人。76岁的高龄，依然能够干重活，而且呢，是一位能工巧匠，养的蜂蜜、用的蜂箱都是自己做的。在这里呢，因为独自一个人生活，没办法去养一些家禽，尤其有时候他一个人啊，毕竟是76岁高龄了，养家禽啊，还是需要很多的体力啊、脑力啊，还有要照顾这些家禽的一些日常。那么对于一位76岁的老人而言呢，还是有些力不从心的。所以下一次啊，我跟他买点米来，买点肉来，再给他买一点这个面来，因为咨询过他，因为很多东西他不能吃，他也不喜欢吃。盐呢，对于他来说呢不愁，因为他3、4包盐基本上可以吃大半年了。今天呢也跟他带了点东西，因为是第一次来，所以整个这一山谷里面啊，
除了这3位老人外，我们基本上看不到任何年轻人，也看不到第4个人。好，那打扰你了。好，我下次再来看你。下次来玩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下次来看你。好，爷爷拜拜。啊，拜拜。胡爷爷的耳朵听力不是特别好，不过他非常的热情。我们一进门，他就给我们吃他自酿的蜂蜜，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太热情了。在这里，我就祝胡爷爷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